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婷婷的植物频道。这期的节目呢，我想带大家简单的做一个 plant tour，看一看我家到底有哪些植物。其实这期节目呢，我本来是想要迟一点再拍这个内容的，因为我想让我的植物先适应一下我这个新的环境，因为刚搬进来才1个月嘛。然后植物的环境也发生了挺大的改变，因为之前是一个南向窗户，然后这些植物们基本上都挤在那个客厅的南窗，因为我家的卧室不让进植物，怕虫子。搬到这里之后，我这个房子的朝向有东南西，基本上全覆盖了。然后我就有更多的窗台什么的可以放植物。我今年对我家植物的规划就是一个目标，把它们养大，因为场地大了嘛。之前公寓的话，我只能追求品种多样，但是都是小小的植株。现在我的场地变大了，我就可以让它们每一株都有足够的生长空间，不用再这么憋屈在一个大概5米不到的窗台上面了。我到时候可以把这个照片放在这里给你们看一下我之前的植物是怎么布置的。其实刚开始这边这个朝西南方向的窗户啊，把植物晒得都很蔫儿，因为太阳太猛了，所以土干得很快，跟它之前的干湿循环有点不一样嘛。然后他们就给我掉叶子啊、枯叶啊、黄叶啊，反正各种都来了。经过我一系列调整呢，现在是稍微适应了一点。所以我也就想早一点带大家一起看一看我家到底有哪些植物。虽然有些植物它的状态还没有恢复到最好，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绿植人，也不需要什么藏着掖着。植物本来就没有完美的，有时候它们的状态好就会特别好看，有时候它们状态不好，就需要你多多照顾，然后让它们等它们恢复。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首先从客厅开始。好，我们就先从我餐厅旁边的这个多边形窗户看起。首先是这一排窗户上面的一个蔓绿绒，叫 Brandy。它的话，我觉得它也需要上柱子了，因为它的叶片啊越来越小，就是你看它的新叶，就反正不是很好状态。我准备什么时候有空了给它上个柱子。然后这边是一个琴叶榕，之前一度光感，然后后来长出来的叶子吧，还是有一些些的锈斑，可能是因为不够通风。然后这边是在窗户这边是一个杏叶蔓绿绒，然后之前也是感染过剂嘛，所以它那个叶子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这边长了一个新叶，感觉状态有一点点恢复过来了。然后再是一个不知名的合果玉，也是野蛮生长，属于东倒西歪的。忘了这一颗，这是一颗兔耳，是一个 local 大神那里买来的。然后因为它可能是中段剪的吧，所以很快就有2型叶了。你看刚开始是圆的，然后后面会有这种兔耳的形状，这就是它的名字的由来。然后在这里是一棵黑乌鸦金钱树，黑的，所以你看它这边长了一颗新叶出来，然后新叶是绿的，然后慢慢会变成这个黑色。再接下来呢是一棵非基叶型的蔓绿绒，它就是一个最原始的那种佛罗里达的最原始的母本，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个便宜就买了，然后它长得也挺茂盛的。好，然后这里是另一颗兔耳，就都是那个大神那里买来的。那一颗是我刚刚那颗是我剪下来繁殖的，然后它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下面的叶子掉光了，然后只有上面这几片叶子，但是也长得不错。然后之前也是有虫害，你看这个广斑就是蓟马。然后呢，这里是一颗快乐叶子，挺茂盛的，给大家看看它的新叶，有一点阴阳的味道了，挺漂亮的。它属于被我切了好多次了，你看这个杆。然后这颗是我一个朋友回国了，然后留给我的。然后这是一颗仙洞龟背竹，然后我觉得也需要一个正经的柱子了。这个棕柱感觉给它不是很够，因为棕柱的那个保湿度不是很够。然后你看它的叶子也有一点枯。然后我们来到这2个本来是茶几，但是被我拿来放植物的，暂且是植物架吧，因为我其实都还没有怎么买
新的植物架什么的，就刚搬进来嘛，基本上只买了一些主要的家具。然后这是一个从朋友那里救来的豆瓣绿，然后长得也是造型不是很美啊。然后最近好像也赶上，最近好像也有一点点虫害。然后这个是一个大仙女，大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养不好。其实我有很多这种种球，然后最后只剩下这2个，而且之前叶子也长出来了，然后又掉了。然后这是一颗不知名的秋海棠，点点秋海棠。秋海棠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因为太热了还是怎么样，它总是给我掉叶子，然后但是也会长一些新叶出来，所以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对它了，怎么处置它好。然后这是一棵富士山，它本来也是很茂盛的，就是我家的秋海棠都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只要它长高长大，然后就开始给我掉叶子，然后但是它又不死，它又从下面又萌生出新叶，你看新叶也是很漂亮。然后这一棵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鳟鱼，然后之前也是那种大叶片，哎呀，之前吧也是那种大叶片，然后现在但是死而复生了，又长出来了。然后是这一颗魔叶，魔叶秋海棠真的不推荐新手去养，真的太难养了。我这颗算是活了很久的魔叶，这叫大王秋海棠，然后也有新叶子要出来。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太晒了还是怎么样，它颜色就有点泛白了。它如果是养得好的话，它的颜色是很漂亮，是那种泛着荧光的绿。然后这是一颗烈焰玫瑰，也是一颗秋海棠。我还是比较喜欢秋海棠的，这都是我们 local 的一个植物大神那里收来的。然后这颗你看，这个大叶银斑葛，也是大叶银斑葛，应该是属于绿萝的一个分支吧。然后这片新叶子真的很漂亮，但是下面的叶子就不知道为什么卷的卷，就不太美丽。但是就看这片就够了。然后这是一颗，这是它的宝宝，这也长了新叶子出来。然后这是一颗球兰，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但是它最近也开始生长了。之前在公寓里动都不动，但你可以看到现在这片叶子是新的，然后这一片也是新的。然后再接着过来，这里是一个大的蔓绿绒，但我不知道它叫啥，它是 Costco 买的，就是叶片很大。然后这边是很多很可怜的爱之蔓，超级可怜，很长，但是非常稀疏，所以我准备下一次拍一期节目，把它们种到一块儿去。然后我们来到这边，这也是一个东南向的窗户吧，然后现在还有阳光，现在下午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搞不清楚我家的方向，据说是那个角落是朝南。然后这边的话就有，先是一个青苹果竹芋，虽然它焦边的很严重，但它还活着。然后这里是一个我永远养不好的蒲龟，它之前也是感染了蓟马，然后你看都黄叶了。然后里面是一颗叶蝉竹芋，叶蝉竹芋就是这样，它晚上会稍微收一点，然后白天就这样给我摊开。这是一个千年木，也是朋友回国给我留的，还算有一点点干，挺漂亮的。这是一颗白锦和果芋，虽然它的茎实在是不怎么样，最近稍微又有一些茎了。然后也是我朋友回国给我留下的。然后这边是一颗魔叶的采蜗牛，魔叶真的很难养，不推荐大家养，但是它居然坚强地活了下来，很不容易。大家猜一猜这个是什么？这是一颗鸡龟背，然后叶
猎叉的那个叶子没了，居然从杆子里发出来，还是挺有生命力的。哎，太佩服植物的生命力了。然后这是一颗粉点秋海棠，也是属于杆子都这么长了，结果又给我从头再来。然后这是一些多肉，一个那个红红的是玉扇，然后这个是12卷的某一种，然后这是一个西瓜皮，我不想说什么了，不好看。然后这里是有一颗绿鹅，绿鹅宝宝。绿鹅我也是养死过2株了，这颗绿鹅也是一个朋友回国，然后我特地去坐地铁去买来的，但是这个真的很值得，因为绿鹅，我自己买的绿鹅啊就很薄叶片，就是看起来不太健康。但是它的绿鹅，它之前有一个很大的植株，然后这个植株是，它的绿鹅宝宝，然后质量就真的很好，品质，它摸起来叶片的厚度啊，就是让你很感动，你就觉得你养不死它。这是一片新叶子，然后这里是有2盆白龟，也属于一盆是我跟朋友买的，然后另一盆是他回国了就留在我家，看我怎么处理，是把它卖掉还是怎么样。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底座，这我就想问问大家了，为什么底座都发了2片叶子了，顶芽一动不动，真的气死我了。而且这边黄了，我都不知道我该拿它如何是好。这边背面看起来也有一点点病害的样子，你看这片叶子，然后这片叶子也有点黄了，但这片叶子好美，不得不说好美。然后这个是养在水苔里面，你们可以看看它的根系其实是很好的，我就不知道它为什么不发叶子，我都纳闷了。或者是因为我这个是种在那种土里，主要是叶壳什么的疏松土里，然后它就给我长了2片叶子，虽然景不怎么样，但是至少给我长叶子了。然后这个是长在水苔里面，它就是不长，已经半年了。然后这边是一颗兰花和一个长寿花，这2盆中老年花卉都是我老公亲戚送的，是我们一个阿姨送的。然后这是一个白冰秋海棠，这是我唯一一颗它还活挺好的秋海棠，给你看看它的正面，还活得不错。然后这是一颗萨利安海芋，给你拿到外面来看，这是一个萨利安海芋的鼻屎苗，种在珍珠岩里。然后这是一颗我从5片叶子养起的绿萝，你看这个叶子已经这么大了，手这么大了。然后下面是一个新叶，拿出来看一下，太暗了，是一个新叶的蔓绿绒和一个原版的 ZZ Plant， 也是属于我朋友的。然后它好像长得还可以哦，这个真的是很好养，非常推荐新手入。好，然后我们去阳台看一看我的多肉们。我的多肉啊，之前在我的公寓里待着就过得特别憋屈，然后现在他们重新回到了露天，因为最开始我是有一个小露台的，在那个第一个房子里面，租房里面有个小露台，然后他们就过得很好，然后我也是其实是从多肉开始接触绿植的，后来搬到公寓之后，其实就没有人在管他们，然后他们就一直什么给我借隔虫啊，然后土长啊，反正就很惨。然后现在刚搬过来，我也没有过度什么2个小时在外，2个小时在室内，我就直接给它扔在室外了。它给我晒伤了很多叶子，然后但是经过了1个月的社会的洗礼，就风吹雨打什么都不怕的那种，重新焕发了光彩。你看又长新叶子了，然后也适应了外面的太阳，一些普普通通的多肉品种，但是还挺可爱的。你看这个也是长新叶了，糖印
熊掌，就还挺可爱的。这是太晒了，蔫了的花篮。然后下面还有一排，这个值得说一下，这是我第一个植物，是我从缺德舅买来的一个多肉。然后糖印、屁屁花、原始桃蛋、玉露，还有一个口红、糖印。所以吧，我觉得多肉还是要露养，我不推荐任何住在公寓的朋友们养多肉，除非你上生长灯。但是我个人没有太喜欢那个多肉的生长灯，因为颜色特别的奇怪。好了，我们来上3楼，然后中间的楼梯还有几个水培。这个是一个黑天鹅的崽子，也是从小芋头开始养的。然后是一个粉色的合果芋，你看枯叶都还没来得及清理，给它拔了吧，扔掉。好，这是一个看盆这么大、叶子这么小的大叶银斑葛，因为它是从一大盆，然后慢慢长到只剩一片叶子的，没事，很正常。不过它最近长新叶啦。然后这是一颗云母蔓绿绒，但是也是属于还没有萌发的状态。这是另一颗萨莉安。好，我们上楼看看。嘿嘿，这里有一颗，不管它，我们走了。这里有一颗乐高假花。这是我本来计划的一个植物房，但是还是没有很好好弄。然后之前视频也是在这儿拍的，我们从这里开始看起吧。架子上是，第一个视频种的彩叶玉，其实都有点长出来了，你看，好快啊，真的好快啊！你看这颗就是那个数量最多的，然后是。大概能知道它是什么了，虽然我不知道名字。然后这个也长出来了，这油画婚礼，虽然它上面坏了，但是它长了新叶出来，可喜可贺。然后这是一颗魔叶，但是就活着，没有什么好说的。OK， 这是一个卷叶吊兰，新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浇，但是。就也一直长新叶。然后这是我永远养不好的绿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有虫害，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用了那个 Costco 的土，然后一直也没有给它换，但是它还是很争气的长了2片新叶子。我们来看一看它到底会何去何从吧。然后这是一颗我新买的球兰，然后这是一颗榕树类，但是我忘记它叫什么中文名了。然后这是之前做的那个生态球，然后我给它包了保鲜膜，因为之前那个网纹草有点蔫儿。打开洞看看，看还是长得不错的。有一颗秋海棠，叫阿拉伯日落，它在那个强光下是很漂亮的。我看看今天能不能拍出来啊！掉叶子，你看，所以叫阿拉伯日落。然后这也是一颗繁殖的油画，然后它也是长新叶了。这是我永远养不好的竹芋，猫眼竹芋。然后，但是它是我唯一一盆今年冬天休眠之后复活的竹芋，其余的全部死了。然后一颗最早的从宜家买的黄金虎皮兰，然后这里有一颗牛油果，然后还有一颗黑天鹅，然后这个就是合果芋，然后它反绿了，所以我就先给它水培，因为它还是有可能长回，有可能会反颈，所以我就先给它养回来。然后另一颗就已经反颈了，我之前给你们看过的，哎，去哪儿了？哦，在这儿。这一颗也是之前已经全绿了，然后现在反颈了，而且颈化度还不错。合果芋真的非常好繁殖，我非常推荐大家入手。
如果你也喜欢锦化的植物的话，这个真的是你第一个该入的锦化植物。然后这边这是一颗伯乐锦，它因为之前一直给我长绿叶子，所以底下被我全部切了，所以现在都是重新发叶子，然后叶片也不是特别的大，它至少还有一些锦化的叶子出来了，挺满意的。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琴叶榕，然后肯定会有朋友问为什么要在家里养一根杆子啊？我想说这之前也是我水培的一颗琴叶榕，然后它长得特别好，我会在屏幕上打出它的对比照。然后后来我把它搬到办公室养，我们搬办公室之后，我每周是上去浇水的，所以还是疏于照顾了吧。然后它就给我全部掉光叶子了，但是我看杆子剪开来里面还是白的，我就给它打顶了，我就希望它还能萌发出叶子吧。这也是一颗全部已经绿了的合果玉，养养看吧，因为它其实它如果能出现下一阶段的叶子的话，就算是绿的，我觉得也是好看的。这是一颗粉龙。长得挺好的。好，那我们再去下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看完了。好，我们现在到了最后一个房间。这个悬挂的杆子也是我们自己做的，从天花板上打了洞，然后也是小红书上一个朋友的推荐，买了皮质的挂带，然后挂上了一个杆子，这样能把植物悬挂起来。我是觉得挺好看的，但是我队友很讨人厌，他不想给我弄。我本来想放到客厅，他说不好看，然后退而求其次装在了次卧。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植物吧。这是一个大理石绿萝，它也是长得挺好的。然后油画婚礼，我家很多油画婚礼都是这位伟大的母亲繁殖出来的。然后是一个三色球兰。然后是一个什么雪花葛嘛，或者叫 PNJ， 然后一个柠檬汁蔓绿绒，然后窗台上还有一些植物。这是一颗大的辛巴达秋海棠，我很喜欢这个，它的触感非常好，然后它也开了小花，这个很健康，这个触感非常好。这是一棵繁殖中的黑乌鸦金钱树，然后这个也是一棵油画婚礼，长了新芽点出来了。然后这是一棵水滴椒草，这棵水滴椒草是我朋友从 Costco 捡了一片掉落在旁边的叶子，然后发出来。他给了我一片，给了自己一片，然后发出来一盆。它发出来之后，它是很多植株的，然后我给它分一分，这是我剩下的，然后我有一盆还送给我朋友了。就一片叶子能长出这么多来。然后这里有一棵云母蔓绿绒，但是它之前遭受过虫害，所以它也在恢复中。你可以看到它最新的叶子其实是已经有点修复了，但之前的叶子都这样。找一棵明显的。之前的叶子都这样，我只能期待它慢慢自我修复。我也有给它们上小白药，珍贵的从国内寄来的小白药。这是一棵，这个叫什么名字来着？镜面草，突然想不起它的名字。镜面草，朋友给我的宝宝长成这么大的，然后他自己也生宝宝了，宝宝生宝宝，到时候也可以给它繁殖出来。然后这是一棵乌鸦金钱树。哦，这是一棵花叶橡皮树。你看这两片新叶多美，多大。好，这就是我家的植物。哎呀，我撞到了一个人，这是谁呀？Hello， 我回来了。刚刚相机录到没电，但是好在我们把所有植物都已经拍进去啦。然后我的植物们如你们所见，也都还在恢复的状态。然后之前也有过虫害，希望它们能快速适应这个新环境。然后我希望能有下一期的 Plant Tour 给大家一些更新。
然后那就谢谢大家今天能看到这里，然后希望大家能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